这一讲咱们看赫拉利怎么说一个可能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也是老百姓最有争议的话题，那就是民主。有人认为只要有真正的选举就是民主，有人认为民主是一种决策机制，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有人说民主就是最终极的政治制度，也有人认为民主是多数人的暴政，是反制。有人认为民主能带来繁荣，也有人认为民主会带来混乱。有人认为科技进步、信息发达必然会让民智开启，而民智一旦开启，独裁必定失败，民主必定实现。但也有人认为，恰恰是科技让政府更容易控制老百姓，尤其现在有大数据，让人全无自由，所以主张效仿古代中国传说中的井田制，也就是取消数据统计，宁可只要低科技，也要避免集权统治。这些思想都有一定道理，但也许没有抓住最根本的逻辑。赫拉利借助历史经验，用信息的视角梳理了民主与独裁这两种体制的逻辑演变，你会看得更清楚一点。要看清什么是民主，我们先看什么是独裁。我们放下一切道德说辞和价值判断，单从信息的角度看，独裁是这样一种网络，它有一个绝对的中央枢纽，国家的所有信息从地方流向中央枢纽，决策在中央枢纽做出，再传达给地方，而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横向联系是绝对次要，甚至可以没有的。简单说，独裁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切信息汇聚到莫斯科。当然，独裁有程度之分，所有独裁政权都要集权，集中的集，也就是把权力集中起来。但集权是一个动态过程，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有时候做不成。如果集权做得非常成功，就会出现集权。这个集是极端的极，也就是极端的集权。在集权国家中，每个人每件事都要与中央枢纽保持一致，一切都在管控之下。苏联曾经达到过这个境界，所以苏联不但独裁，而且是一个集权体制。而古代中国和罗马帝国都允许地方自治，所以只是独裁，而不是集权。除了信息网络结构，独裁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央枢纽的权威不容置疑。罗马帝国虽然有立法院，但立法院成了橡皮图章。苏联也有司法体系，但所谓的公开审判都是表演，至于判决结果，早就由中央枢纽决定了。对比独裁，我们就知道民主是什么了。民主的信息网络是分布式的，它没有一个绝对的中心节点，而且各个节点之间有很多横向联系。换个说法就是，独裁是中心化网络，民主是去中心化网络。当然，所谓去中心化也不是绝对的，民主网络中也有很大的节点，比如中央政府就是个可能最大的节点。但民主网络不只有这一个中心，而且哪个中心都没有绝对的权威。人们常说美国是三权分立，其实不然，美国是多权分立。除了政府、议会和司法部门，民主国家还必须有独立的政党、媒体、大学、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团、宗教，乃至于每一家公司、每个公民个人都是原则上互不隶属的关系。这些都是信息网络中的节点，只是有的大有的小而已，可以横向连接，也可以自组织。你选择在哪个地方生活，做什么工作，研究什么学问，种植哪种农作物，生产什么产品，举办什么活动，乃至于成立一个什么组织，都不需要向中央枢纽汇报，他们也无权干预。有些独裁体制的爱好者说，某某国家是一个拳头，而民主国家则是一盘散沙，这不太精确。严格说来，民主国家是多个拳头，或者更严格的说，是多个节点组成的。用赫拉利的话说，就是所谓独裁就是由单一中央信息枢纽决定一切，而所谓民主则是有不同信息节点持续对话。如果你喜欢自由，你会喜欢民主，因为民主的本质并不是多数决，不是说什么事儿都是大多数人表决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恰恰相反，民主最重要的精神是能不表决就不表决。老百姓穿什么衣服，玩什么游戏，看什么电影，对于民主政府来说，会尽量保留让老百姓自己做选择的空间，保持一个比较低的存在感。特别是民主体制中有两个东西，政府不但不能限制，而且应该积极保护。一个是人权，包括生命权、工作权、隐私权、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等；一个是公民权，包括选举权、新闻自由、学术自由、集会自由等等。如果说今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明年就组织粉丝投票表决，说不支持我的将没有权利参与投票选举。
哪怕支持者再多，这种表决也是民主制度所不允许的。但有些公共事务会不得不限制自由，那属于没办法才必须表决一下。比如说对外开战，你总不能说只有一部分国人向某国宣战，战争是国家行为，要出兵就必须代表整个国家。再比如说立法，原则上你成立一家公司，卖什么是你的自由，但你这个产品要是危害社会呢？像这些事情就必须有个全国一致的态度和一致的标准，所以必须表决。但是这样也不能轻易就表决，民主有2个纠错机制，一个是事前有讨论，要举办全国性的公共对话；一个是事后有修正，也就是如果我们当初那个决定是错的，媒体、学者和公民组织就会指出这个错误，我们还可以迅速修改。赫拉利举了一个例子，可能会有大多数人不愿意相信环境变化的现实，但不能因为这个就有权阻止科学家去研究发表一些他们不愿意面对的真相。至于怎么面对环境问题做出选择，那是个意愿问题。即使大多数人都投票选择不考虑未来只顾眼前，这些多数人的民意也没有权利通过法令说环境变化就是个骗局，要求辞退所有相信环境变化的教授。人权保证了多数人不能投票欺负少数人，公民权保证了有错误可以纠错。世界上有些国家也有1人1票真正的总统选举，但是缺乏保证人权和公民权的有效机制，把强人选上去之后无法监督，中间不能纠错，那就不是真正的民主，只能叫多数人的独裁。如果你喜欢简单，你有可能喜欢独裁，因为赫拉利说简单是独裁信息网络的特征。当然，没有一个独裁者承认自己是独裁者，因为这在道理上说不过去。凭什么让你领导一切？难道你是神吗？老百姓都是一个一个的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和利益，甚至相互冲突。国家的事儿应该大家商量着办，怎么突然之间就都被你代表了呢？而民粹恰恰就希望这样被代表，因为他们只相信力量，他们崇尚一个拳头。纳粹有个著名口号就叫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领袖。这正是前面讲的民粹的信息观。民粹眼中没有真相，只有权力。如果中央枢纽决定往 A 方向走，某个学者非得论证 B 方向才是正确的，那他一定是别有用心，是故意搞破坏。所以民粹不但要垄断政治权力，而且要垄断一切类型的权利，媒体、法院、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得跟我们保持一致。赫拉利在书中举了一个英国的例子，英国共产党在大选中的得票率从来没有超过 0.4%， 但是他仍然坚称自己才真正代表劳工阶级。那你说英国那么多劳工投票给工党和保守党，这怎么解释呢？答案是他们都被蒙蔽了。民粹跟独裁是天生一对儿，可能你有时候也会跟独裁共情。难道你不喜欢那个万众一心的劲头吗？再看美国，美军在越南打仗，后方的记者和大学生却在高呼反战口号，这场战争怎么可能是正义的呢？对比之下，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候，国内可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带动国际友人都会觉得苏联的出兵很有道理。独裁有它固有的吸引力，不管你喜欢民主还是独裁，你都不能为所欲为。说你穿越到古代，想把大明朝变成一个民主国家，那恐怕做不到，这里有技术的限制。总的来说，在古代，小地方更容易实行民主，大帝国则必须独裁。如果一个社区人不多，可能大家都认识你，你就不太可能把自己塑造成神，说你代表所有人。雅典城邦和古罗马共和国都是民主体制，包括比如说满洲女真人在夺了大明江山之前，八旗的旗主和皇帝之间也有相当程度的权力制衡，很难搞全面独裁。但是要搞更大范围的民主可就困难了。前面说了，民主需要全国性的公开对话和监督，这在大型帝国中根本做不到。交通和通信不发达，各地方的人互相都不认识，不理解对方的生活和诉求，又分成好多个民族，怎么对话呢？皇上说了算，用武力威压是最方便的办法，但独裁也是有限的，很难发展成集权。罗马皇帝可以决定任何人的生死，但是他不可能把发表言论反对他的人都杀光，因为他不掌握那个信息。古代最成功的大规模集权就是秦始皇的秦国，那真是编户齐民，要求老百姓处处跟中央保持一致。但是你很难说他这个理想实现了多少，搞这么严苛的控制，成本是极高的，很容易出错。事实上，大秦帝国短短几年就崩溃了，
后世的皇帝都引以为戒。人说秦以后的中国是皇权不下县，也就是在乡村这一级基本上实行自治，老百姓只要做到2件事，一是交税，二是不公开反对朝廷，皇上懒得理你。可以说，古代中国和罗马帝国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独裁，但是在地方上还有相当的民主。是的，从独裁到民主是个连续光谱，有程度的区别。后来随着印刷术、广播电视等通信技术的普及，大范围的民主才成为可能。美国作为一个大国能搞成民主，多亏了有报纸。总统今天讲话，1-2天之后，全国老百姓就都能收到。而且这种定期出版的期刊可以连续跟踪报道一件事儿，可以自我修正，最适合舆论监督。但就是这样，美国也是经过了很多年才实现了普遍的投票权。但是发达的信息系统也让集权成为可能。秦始皇做不到的，苏联做到了。有了电话和电报，地方有事莫斯科立即就能知道。而且苏联还发明了三权分立搞制衡的办法，使用3个系统共同控制社会、政府、苏共党支部和秘密警察。这3个系统互相监督，但这可不是去中心化网络，因为他们是共同对中央枢纽负责。纳粹德国至少还给了教会和一些民间企业家一定的自由，而苏联则是真的什么都要管。哪怕你们10几个人约着踢场足球，也必须有党员或者秘密警察在场。哪怕科学家研究个生物理论，也要由政府机构来决定这个理论是否正确。简单说，科技既能扩大民主，也能加深独裁。说什么搞小国寡民的井田制，用放弃技术进步的方式防止集权，那是刻舟求剑。古代帝国对民间比较宽松，并不是因为它制度上不想管，而是因为在技术上做不到。现代民主国家没有严格管理老百姓，并不是因为它技术上做不到，而是因为制度上不允许。那么问题来了，随着科技继续进步，民主和独裁将来谁会胜出呢？苏联早已解体，我们直观上相信民主必然胜出，但赫拉利从历史经验看并没有那么乐观。咱们再看苏联，苏联的体制没有自动纠错机制，没有人敢说斯大林做错了，所以斯大林犯下无数个错误。他屠杀了几百万所谓富农，几乎毁掉了农业。他清洗了自己的英雄和忠诚的士兵，他在战争中胡乱指挥，但是他的地位依然稳固。这难道不也是一种体制优势吗？只要你垄断信息，发明阶级敌人阴谋论，把社会控制到一草一木，你就能建立几亿人的秩序。赫拉利说，如果我们不考虑道德，像民粹那样只论力量大小，那我们可以说，尽管苏联的集体化运动造成了大饥荒，但它以最快速度从农村汲取了资源，实现了工业化。尽管因为斯大林不听专家意见，苏联的战斗机都有设计缺陷，但它可以用数量弥补质量的不足。尽管斯大林的大清洗削弱了红军，导致1941年苏联在战争初期屡屡失利，但是他对军队的绝对控制还是保证了苏联的最终胜利。有些人会认为那些都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只要他自己不是那个代价就行。简单说，民主是真相多，但秩序少；独裁则是秩序多，但真相少。从信息的角度看，民主和独裁似乎是对称的。赫拉利说，所谓集权政权，正是选择了让信息集中向中央流动，并且扼杀真相以维持秩序，结果就是必须应对僵化和难以变通的风险。而民主政权则是让信息分流到更多机构和个人，鼓励自由追求真相，结果就是必须应对分崩离析的风险。不管科技如何进步，总有一些人喜欢真相、自由和开放，另一些人更喜欢秩序、一致和安全。未来何去何从，咱们后面再说。